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晚的讲堂，这是李老师在多伦多给大家分享种菜经验。现在已经春天了，我们需要开始考虑种菜的事情。那根据我的经验，首先种耐寒性最强的东西，它就是蚕豆。为什么要讲蚕豆呢？首先一点，蚕豆耐寒性强，只要不被血压，它在零下12度的温度下都没有问题。第二个，蚕豆它属于豆科，它的根系上有大量的根瘤菌可以固氮，种了蚕豆可以养地，可以肥地，该秆产量高，还可以直接当绿肥来填埋，为菜地提供丰富的有机肥。它的肥效比任何的有机肥都好，也免去了这个堆肥的一个过程。第三一点，蚕豆营养丰富，风味好，怎么吃都好。那首先一点，种蚕豆呢就涉及到个育苗，育苗它需要考虑这么几个环节。第一个，品种的选择。品种的选择的话，很多人会想到，这个蚕豆很多商店都有卖的，这种我去买来种就可以了。这个能不能种？能种。会不会发芽？会发芽。但是种到地里面的表现，它就比起正规的品种就差很远。我在加拿大种蚕豆已经有12年了，那通过这几年经验下来的话，做大蚕豆品种的类型，那就是这个Windsor Broadbean。另外属于这个小蚕豆类型的话，就是这个Boa Bean。这两个品种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小蚕豆它个头高，结籽多，这个大蚕豆的话，它个头不高，但是呢，结籽性能也还是很好。另外，育苗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。很多人说到种蚕豆，就说蚕豆容易感染蚜虫，甚至毁产。为什么呢？凡是感染蚜虫的蚕豆，通通是在6月中旬还没有完成开花的蚕豆。那个时候气温回升了，蚜虫开始大量发生。蚜虫的感染刚好是从这个最嫩的这个梢开始。我们只要把这个播种时间、育苗时间算好，让它在6月中旬之前完成开花，就没有蚜虫感染的问题。另外一个，为什么要育苗？蚕豆种子营养丰富，它个头比较大，如果不育苗，直接播到地里面去，第一天播下去，第二天就被老鼠或松鼠把种子全部跑走了。所以我们需要育苗。育苗栽下去以后，这个动物没有吃的，它就不跑了。另外一点，通过育苗，相当于我们把这个育栽的时间提前了3周。因为这个目前的话，多伦多的温度像今天还在零下15度，在室外肯定是不能播种的，但是我们在室内现在来育苗，那3周以后，这个温度刚好回升在0到零下3度，白天5度、7度，这个是这样，那我们栽下去就很安全。那第4个环节就是泡种及催芽。我们室内育苗都要泡种，都要催芽。那泡种用什么泡呢？就用清水来泡就好了。我们找好这个泡种的容器，写上标签，标上哪一个是哪一个品种，让种子放进去，加上2/3的水。泡种的时间是3天。通常的话，第1天以后，它种子完全吸水。那第2天芽眼膨大，第3天开始冒芽。要注意的就是在泡种这个过程当中，每天早晚换水2次。换水的过程是保证这个水里面有充足的氧气，供应这个种子发芽的需要。同时在换水过程当中，如果发现有这个裂开的种子或者是霉烂的种子，可以及时把它捡出来。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怎么进行催芽。蚕豆种子泡了水已经吸够了，这个时候就不能再泡了，因为它水吸够以后，进入发芽过程需要较多的氧气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催芽。那催芽的话，首先涉及到一个器具消毒问题。器具消毒的话，平常很多人把这个问题看得很复杂，又用高锰酸钾啊，又用其他的这个不利器啊什么的。其实这搞得太复杂。种子消毒的话，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要买健康的种子，正规种子公司的健康种子都是健康的，有保证的。就是不要去买那种减价的陈年的种子，因为陈年的种子它这个生命力衰退以后容易腐烂。正常的消毒
那就用我们这个平常厨房原用的这个洗洁精，认真的清洗这个器具，洗干净以后就可以了。水沥干，然后开始铺纸，下边铺2层到3层，这样保证它有一点潮气。种子铺上去以后，上边再放1层纸巾，放好了，这个往上边喷雾，每天早晚1次，过3到4天，小芽长出来。在这过程当中有发现破皮的或者霉烂的个别的这种种子啊，把它剪出来，就能保证育苗的质量，保证其他小苗不会受感染。种子催芽催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把这个发芽好的种子放到这个育苗杯里边。那第2点就是说到育苗，就是育苗土的选择和配置。那育苗土首先一点就是要肥而不脏，干净，疏通透气又保水。那选什么好呢？最干净最好的就是商店里面卖的这个 Garden Mix， 那混化好的育苗土能达到育苗的要求。我们在里面千万不要使用堆肥或者牛粪来育苗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育苗是在室内，如果育苗土里面用了堆肥或者用了牛粪，那小黑肥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。那第3个因素就是育苗盘的选择。我们一看这个育苗盘的话，会有很多种类型。还有朋友会说，我用鸡蛋托，但其实效果最好的就是这种育苗的纸杯，它的深度大概5厘米左右。为什么用这种育苗杯？第一个，它的蚕豆根序是直根序，纸杯我们在育苗以后可以直接带杯育栽，就不会伤到根序，它成活没有问题。如果你用这个其他的容器去育苗，那育栽的时候要托盘，那直根序托盘托的时候就土性容易散，效果就没有保证。浇水过多容易造成这个烂种。蚕豆育苗当中出现这个死苗，往往是由于这个水过多造成的。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育苗的温度。蚕豆属于比较喜凉耐寒的品种，它育苗的温度不需要很高，正常的室温20度足够了。在这个温度下1周以后，它小苗出土。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光照，室内育苗光照都不够，那我们就需要加育苗灯来照射。蚕豆苗秃长的原因就是2个原因，一个温度太高，你如果在室温20度、22度，它很快就长很高，秃长了。另外一个光照不足也是秃长，那秃长的苗它的质量就不好，所以记住温度和光照。那最后一点就是育栽。育苗3周以后，蚕豆苗长高到10到15公分的时候就可以育栽。那育栽之前要提前3天炼苗。炼苗的方法就是采用了3天过渡的方法。那第1天，我们把原来的室温环境这个温度降到15度左右，让它适应比较冷凉的这种情况。这在室内1天。那第2天，把它从室内移到室外，有屋檐下半阴半阳的环境。在屋檐下就是保证下霜的时候霜不要打到它。当然我们有条件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这种带盖的育苗盘来育，给它在外边提供一点保护。第3天把它放到室外全阳的环境，让它适应这个阳光的照射。3天过渡以后，到傍晚栽到地里面就可以了。那育栽的时候要注意，我们先把地翻好，地的土的翻的深度是30公分。那翻之前，按照每平方米10公斤左右的这个量，放上你堆沤的这个堆肥也好，沤透的牛粪也好，来做一个底肥。底肥跟土壤混好以后，按照每40厘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开沟，沟和梗的深度相差10公分左右就可以了。我们在这个沟内
撒入土壤活化剂，把土壤活化剂和沟内的土壤混合均匀以后，再按照20厘米的距离打塘，塘深5厘米左右，把这个苗盘栽到坑里面，土刚好盖住这个苗盘的边缘。栽下去以后，如果那个时候气温已经达到0度以上了，我们轻轻的浇一点水；如果气温还在0度以下，不能浇水，那不浇水也没关系，土壤是潮湿的，这个它是完整的栽下去的，就没有问题。那剩下来的就是用塑料拱棚保温防止血压，栽到地里面以后，每周浇水1次。塑料拱棚在5月底没有霜冻之后拆除。6月初密切观察蚕豆的嫩梢有没有这个黑色的蚜虫感染，只要发现蚕豆上有蚂蚁在爬上爬下，或者蚕豆的嫩梢有这个卷曲的叶子，那我们就要用硅藻土来防治蚂蚁。花蛙病小蚕豆高度可以到1.5米左右，那万一有倒伏，我们用这个棍子扶持一下。怎么用小拱棚防止蚕豆被血压保温？请看这里。